在那边回来以后呢，他讲的有些东西，我觉得非常的困惑。困惑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说中国的武器只打台独，难道他可以做分辨吗？那如果说他只打台独，那如果我家邻居是台独，我可以坐视我家的邻居被中国这样子杀害，被中国这样子侵略吗？那你的逻辑就是，你台湾人只要是台独，你就不是我的同胞吗？在中共眼里面，谁是台独？我们再问一次，你们通通是台独，除非你先投降，否则你就是台独。就非投降之外都是台独。对，那你不是今天台独，就明天台独。所以中共逻辑，我再说一次，把他拉拢他心目中明天的台独，来打击他心目中今天的台独。至于这件事真台独假台独并不重要，对他来说都是台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我们两个中华民国派，你是不是台独？你是台独，你不要以为你投票投给中华民国总统选了谁当着中华民国台北市市长，或者说台南市市长或高雄市市长都不重要。除非你举手投降，否则你都是台独。共产党策略我再说一次，渗透蓝营跟绿营跟白营，所以深蓝的有可能是深红，深绿的有可能是深红，深白的有可能是深红。他的目的就让蓝白绿不能合作，不能合作来对付红，然后你们内部搅地下湖之后，你根本忘记红了，然后甚至想拉拢红来对付别人，这就是他的策略。美国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甚至是警告台湾，你一定要大幅增加你的国防预算，特别是你要建构你无人机的一个产业链。因为我们从俄乌战场上可以看出来说，无人机是未来战场的一个主力。台湾只有建构一个庞大而且可靠的无人机产业链，你才有办法在战争的时候面对中国一而再再而三的机海攻击，你才有办法争取时间，等待美国的一个介入。但妙的是，我们看到郑丽文他担任国民党党主席之后，他只在乎两件事情，他只在乎他能不能跟习近平见到面，第二个就是他能不能挡军购的预算，特别在军购预算里面，他坚持3800亿。我们看到卢秀燕，我们看到赵少康都说，你8000亿是合理的3800跟8000的关键点就在于你要不要把无人机的产业链变成你的特别预算。但是我们看到了国民党中央就非常清楚，这个无人机的这个产业链，你必须要排除在特别预算之外，你必须要进入到年度预算。这个对我们去建构无人机产业链是一个非常大的汉格，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阻碍。可是我们看到，现在国民党中央就坚持非要这样子不可，那这就有趣了。如果你从这个郑丽文上台之后一连串的作为去想想看，他的上台，他担任国民党党主席，那是一个意外吗？那如果不是一个意外，那是有一个刻意安排的结果吗？而这个刻意安排的结果，如果对中国来讲的话，他想达到怎么样的一个战略目标？而这个战略目标达成了吗？甚至更可以讲说，中美之间他们的整个军事斗争的第一枪是不是已经在台湾开打呢？那当然，面对这么复杂的一个中美台复杂又诡谲的情势，当然只有请台大名誉教授米居正来帮我们来好好的讨论说，这中间的这个所谓的关键点到底怎么样？我们要看透哪些事情？苗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苗老师，我们知道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国防情报局的局长詹姆斯亚当斯，他昨天在美国的这个参众两院的听证会，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宣示。他说，中国已经不是一个步调威胁者。他说，中国现在是在科技、军事、经济的全面输出，他是要改变这个世界的秩序，他已经变成了美国最大的敌对实体。这个时间非常有趣，因为美国现在已经处理到委内瑞拉，已经开始，我看他已经控制了伊朗。当你控制了委内瑞拉、控制伊朗之后，你现在已经是明火执仗，清楚的点明中国就是我最大的敌人，而且是我最大的敌体。这个时刻还有什么样关键性的意义吗？我觉得是这样哈，因为美国把中共指为最大的对手呢，大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嘛，对不对？你印象当中已经好几次了。而且从上一任的那个拜登所已经这样说了，对，在上任那个川普的第一任呢，大概前1年多到2年呢，他还没有这样讲。但2年之后呢，他用了Pompeo之后，然后用了余茂春之后呢，这个思路就比较清楚，所以那时候已经开始这样表述。但是现在讲的话，当然就比过去再重一点点，然后再更对，而且他讲到敌对实体的话呢，就已经不是一般的话了。
当然，过去美国跟苏联对抗的时候呢，他也讲过很重的话。但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因为我读东西跟做研究，从那时候一路开始下来，所以印象非常深刻，就是美国还从来没有说苏联是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什么等等全面跟我对抗的，还没有讲成这样的，而且要颠覆世界秩序。对他现在讲中共就讲这样，当然他讲苏联也说要颠覆世界秩序，那时候有意识形态对抗。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美国当然把中共视为对手，但是没有到那么严重。到苏联瓦解之后呢，有差不多10来年的时间呢，美国把中共视为是可以合作的伙伴，然后共同，美国这样说吧，他没有很明确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但他偶尔会说一下，就是我希望就是让中国大陆经济发达之后呢，将来会民主化，对啊，这叫古典民主化理论，将来我们以后再说。那现在回到你的话题，你说啊，是不是现在对付完了委内瑞拉跟打了这个伊朗之后呢，我们就要这个主要来对付中共？应该这样说，他一直没有忘记中共是最大的威胁，然后他对付委内瑞拉也好，对付伊朗也好呢，是捡群边，就是我们上所说的。所以你说啊，是不是完了就对付他？那当然也是，但也不是。那是的部分就是，那你现在就剩下你了，就剩下你了，就剩下你了，专心对付你。对，那如果不是的话，就是说，其实我一直在看你。那这样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像美国或是苏联或像中共这种英法德这种大国家呢，他们怎么制定国家大战略？因为对一个国家来说呢，你进到这个世界上来，你不是平白进来的，你也不是光溜溜进来的，你有周围一大堆国家，所以你在这个说我们叫做世界丛林当中，你怎么安身立命？对，换句话说，你必须要有一套大战略。那这个大战略是怎么来的呢？简单说就是，你看看你这个国家啊，不管叫甲国、乙国、丙国，甲国、乙国、丙国都好，你对于当前国际秩序你是什么态度？这个秩序你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你是要维护它的，还是要破坏它的？啊，这第一个，是吧？好，那么这个决定完之后，你再看第二件事情，就是这套秩序谁制定的？然后环绕的这套秩序呢，有哪些国家跟国家，有哪些大国跟大国集团，小国就不用管它了啊。大国跟大国集团，那有的是个别国家，有的国家是结成团的，对不对？有同盟啊，有什么等等，什么英法奥普啊、英法俄普奥意啦，或者说英法德啦，然后这个什么俄普奥啊之类的，几个大国集团对抗，所以你要去辨认大国跟大国集团。那么这些大国里面，面对国际秩序呢，有的赞成，有些反对。那你就要决定，甲国、乙国、丙就要决定，那我到底是赞成这套秩序呢，还是不赞成这套秩序？我若赞成这套秩序哈，我跟这个美国走在一起；我不赞成这套秩序，我跟俄国走在一起，我跟苏联走在一起。所以每个国家的大战略呢，基本从这边开始。那这样子这个确定之后呢，下一步就是判断敌人跟朋友。敌友关系啊，美国是朋友，然后俄国是敌人，然后这个法国、欧盟是朋友，然后这个中共是敌人，然后是谁是朋友，然后古巴或者说北韩是敌人等等，每个国家都这样看。好，那现在问题就是朋友可能不止一个，敌人可能不止一个，那再来干什么？要排序，谁是最大的敌人，然后谁是第二敌人，什么这样一路排下来。好，排序排完之后才决定我要怎么做。我面对这个最大敌人，我是跟他慢慢混的，譬如说这个宋辽金元，我跟他签个澶渊之盟，混100年，或签个什么，我叫他妈妈叫这个阿姨，然后你叫我爸爸叫叔叔，然后我每年给你100万两银子，然后你给我什么东西我们澶渊之盟或什么什么这个签什么约之类的，那这样可以，那就是说你对你的国力有把握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做。但对国力没有把握的时候，你就积极想说，我怎么活下来，我怎么削弱对手，我怎么把它干掉什么的。美国跟苏联当年这样搞了多长时间了？搞了40几年。今天换了美国跟中共搞了。美国这个国家呢，我们必须这样说，他们的外交上呢，原来不是很成熟的国家，它是个年轻的国家，对不对？到现在才200多年，其他在国内随便数都1-2千年的嘛。所以这个比较短，这历史比较短的国家呢，它记忆是比较短的。那它的这个所有的文化底蕴跟记忆从哪里来呢？从别的民族跟别的文化来。
所以你看美国的这些文化底蕴，它从欧洲来，它的战术、战争跟历史感呢，都从欧洲来。所以它为什么我说它不习惯于跟别的国家长期对抗？因为国家历史太短。英国跟法国一打就打100年，宋辽晋越随便打100-200年。蒙古这么强大，哇，在西边灭掉了多少国家，打到里海，打到匈牙利了。南宋还给你撑个50年，这个，所以这些有基础、有这深厚基底的民族就不太一样。但美国不太相同。美国因为历史比较短，然后他当初就是逃避欧洲的动荡，逃避什么，来到美国他找到一个很大，来到美洲找到很大的地方建立一个美国非常高兴，就不想卷进去。所以第一次大战呢，他拼命想躲，然后最后躲不掉，卷进去打赢了。打赢之后，他回来又躲起来了，因为他不习惯当世界强国，他历史太短了。就是他讲门罗主义，然后好了，然后等到希特勒起来了，他又想躲，最后又躲不过，然后就卷进又打赢了。打赢之后发现说，不行啊，好像我得当老大。他不习惯当老大，所以他坦白说，虽然读了英国历史，读了欧洲历史，但是呢还是浅一点点，所以不喜欢当老大。跟苏联对抗的时候，他很难受，很难受。因为他想说，美国个性有西部牛仔个性，拔枪把打赢就打赢了，打输了就把我拉去埋掉就算了，就跟你搞个这两个这边要拔枪不完，搞个40几年，他很难受。现在跟中共遇到这个情况了，所以现在怎么办呢？他因为有了苏联经验那我慢慢跟你玩，我们来剪裙边那所以既然是这样，慢慢学会怎么耗了，但是呢。还不太精到，就是他那种毛躁个性不时会跑出来。你看，拜登我上次开玩笑讲，我说拜登上台就跟中国讲说，我跟川普不一样，川普年轻，他拔枪快，他跟你决斗，我不行，这样我找人围殴你，跟你慢慢耗，我跟你慢慢耗。他的确是这样啊，他一下弄这个同盟，一下加强那个，一下制裁这个，要慢慢搞，然后最后就把你削弱。他学会了。川普呢，第一任不是，现在第二任回来之后呢，还是心比较急，但是想想不行，这个上次吃了亏了，所以这次我要学会慢慢耗。那怎么耗呢？我开始剪你裙边，所以跟你打贸易战啦，加关税啦，然后弄你这个科技啦，搞晶片啦，然后禁止这人才交流然后我这个抓牢台湾啦什么等等，然后最后好，那我把那个这样的，我把委内瑞拉弄掉，你少了5%的石油。那我先把伊朗弄掉，把中东弄掉你又少了些什么东西？好，现在来，我来对付你一下看看。现在慢慢开始想到了，所以他对付中共的战略呢，第一经济需要弱嘛，因为你能跟我这样耗，是你经济很强。对，苏联当年的经济是靠周边卫星国家，那周边卫星国家一倒，苏联就倒了，对不对？好，这第一个经济。第二呢，你中共的科技慢慢上来了，你前面不是讲说。中共高科技赶不上美国，但是成熟科技不错啊。对，好，成熟科技谁帮忙的呢？美国跟台湾。台湾帮忙的。台湾制造业上去帮他全部教会了，然后养套杀这台商被杀完了之后呢，他起来了嘛。好了，所以他现在制造业很丰厚了，然后可以跟你慢慢玩了。那你说高科技赶不过你，我倾销全球吧，对不对？倾销全球赚了很多钱了，然后我现在。他在商业上面用乡村包围都市，就是那个老一套手法。好，这第二个，所以美国说，那我科技必须削弱你。第三呢，文宣对抗，坦白说，文宣对抗美国输中共。有空我们再谈这个问题啊。这第三，文宣对抗。第四，军事部分呢，你慢慢赶上了你造舰，造海军像下饺子一样，你船很多没关系，我船比较好。然后你作战经验不够，我作战经验很丰富，所以我后来碰过一个美国这个海军的，美国一个海军海军高官，他说你中共陆军很强是吧？因为他记得韩战，你中共陆军很强是吧？我在海上等你就行了，也就是他对自己的海战很有把握。那现在中共在积极造舰了，又造航空母舰，造什么？他开始担心了。好，那我也要造舰了。对，现在中共造舰速度是美国的200倍左右，200倍。然后美国现在重建它的造船业，上我们不是说了吗？他把南韩的一批的造船工人呢拉到美国来，然后这些南韩的焊工呢
重新教美国怎么焊东西。第一天，美国焊工受伤。第一天，这我们现在讲很好笑，还会把自己搞伤，还把自己搞伤了。还没有打仗哦，就是焊船体的时候就受伤了。南韩也吓坏，像什么美国人就搞成这个样子。那现在美国晓得，我得重新来。好，那现在这是在军事部分慢慢开始来了，所以他重新建军。所以跟南韩呢搞造船吗？对。跟日本搞什么？搞飞机啊。对。搞最新战机。跟台湾搞什么？当时我说，跟台湾一定搞无人机跟无人舰。对。一定是无人机跟无人舰，因为台湾这方面，台湾这边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因为台湾电脑太强了。对，晶片太强。晶片跟电脑太强了，所以一定是搞这个。现在猜中了。那再来是什么呢？就外交斗争嘛。外交上面，那你在这边搞鬼，那边搞鬼，那我也开始搞，所以我开始建同盟啦。同盟现在都建得差不多，那我开始强化跟这强化，跟那强化，跟日本强化，跟南韩强化。从川普现在看起来，南韩有点不可靠。南韩当然不可靠，所以他现在想办法逼南韩，你要跟我可靠。然后这些欧洲国家呢，你们好像很多地方没有跟我站在一起，你是不是要跟我这个开始站队，重新站整齐一点点？所以川普常常在那骂人家，当然欧洲被骂得很不舒服，欧洲常常觉得说，美国是小老弟，欧洲在那边称霸的时候，美国过来，你谁呀？美国是谁呀？现在说美国那好吧，你老大，那你进来玩一玩吧。所以欧洲跟美国之间，它的矛盾跟心结其实蛮严重的。对。但是呢，因为双方有共同利益跟共同价值观呢，在小的时候必须走在一起，但时不时就闹矛盾。但是现在面对更大敌人的时候，大家晓得说我们开始牵手了，我们得牵手了。所以跟欧洲关系呢就10分12，10分12，但最后那个目标呢还是明确的。好，那最后是什么呢？就谍报战场，也就我们前面讲了一大堆呢，最后呢它会在一个什么地方会较劲呢？在间谍战场上面。所以我派间谍进去渗透你那边，你派间谍过来渗透我这地方，双方用各种办法。然后中共不是自己抓了很多高官吗？我们就讲军工高官抓了吗？这大概差不多上个礼拜我看到个新闻，那现在这礼拜已经慢慢出来了。美国注意到他最近大概差不多2-3年内吧，3年之内11个高阶科学家莫名其妙死亡，所以觉得很奇怪。那这种事情在伊朗发生过，对，他的核武专家一个一个死，伊朗核武专家一个个死在不同的地方都被以色列干掉了。现在美国有点警觉了，所以开始要注意这个问题。换句话说，谍报战场是一个，你刚刚说开打没有？其实已经开打了。所以他们怀疑那11个科学家，是有可能被暗杀的。是，因为那11个科学家的有的在 NASA。对，有的在洛斯阿拉莫斯。洛斯阿拉莫斯很重要，是因为洛斯阿拉莫斯原子武器，原子弹、核子弹的这个最早的起点。对，等于说你是核武器跟你的太空两个最关键的科学家11个，没有错，被怀疑。还有生物科学家什么等等，因为现在生化战机或生化武器是将来可能会打的一场战场，一个战争，所以它也会是一个大的领域。那么今天大概就是我们看美国调查结果如何吧，我猜它不会很单纯。好，不过。其实习近平上台之后，我觉得中国那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自信，比如说大国崛起，2025中国制造，所以甚至在军事上面，连美国都感受到2027他要犯台，因为他讲的我的 A2AD 之前我是怕你的航空母舰，可是我透过我的飞弹，我在这个远程射距的时候呢，我让你的这个所谓的航空母舰不可以进台海一步，不敢越雷池这一步以后，我就把台海包围，我就开始进攻。本来我对我的飞弹是有信心的，我对我的雷达是有信心的，我对我的反拒止是有信心的，我对我的这个进犯台我是有信心的。可是我觉得他现在被委内瑞拉，还有现在对这个伊朗，我就把他吓坏了。因为昨天的那个美国国防情报局的詹姆斯，他有特别提到在这个战场上，原来美国有全世界最完整的频谱。在这个进攻的时候呢，他对中国你有哪些频谱，你有哪些数据，你有哪些参数，搞了半天，美国都已经知道了。美国会让你的参数进入一个死循环。美国会让你的参数完全误判，我会让你看不见，我会让你打不到，甚至我让你丢出去的时候，你的精准度误差，甚至还发生无人机队存不出去，要么就掉头，要么就全部掉下来。所以美国就在这个过程，等于说中国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是不是惊觉到说，我跟你美国的那个武器军事能力是一个有不可跨越的代差？因为有不可跨越的代差，你会发现台湾最近内部那种以美论、那种反美的声音，特别是很多的这种亲中的这种力量的，好像那种军事作战不行，就有政治作战反而在台湾开始进行。
那当然了，因为中共向来这样玩的。我们讲回国共内战哈，从1921年中共建党之后呢，然后开始北伐时候国共开始分家，然后北伐到一半呢，中共分出去之后就南昌暴动，然后就开始剿共。那当然是后来5次剿共呢，前4次呢都打输掉了，对，第5次打赢了，打赢了中共逃出去。所以国共内战打到最后呢，中共在这个在延安落脚之后呢，把西北呢慢慢经营起来，然后有了立足点，然后又在这个日本占领区呢，或者说这个国共的犬牙交错地方呢，建立了很多的所谓叫根据地。对。那么利用这些之后打内战，他在开始打内战前呢，毛泽东对于战场上能不能打赢呢，没有十足把握的。那时候有人问过他，说你估计这个我们在战场上打国民党打多久？他说可能15-20年。1946年呢，他打15到20年。如果打15年的话呢，就打到1961年。那如果打10年后，就打到1956年。结果他打3年就打赢了，3年打赢了。换句话说，为什么3年打赢了？毛泽东自己很得意讲说，我对付国民党有3大法宝：统战、建党、建党、统战、武斗。建党第一，我有一个坚强的党；统战，什么统战呢？我分化对方内部。这个题目讲得很大，我们有空再慢慢讲。国民党其实最后输呢，那看起来是战场上输掉了，不是，在没开打以前已经输掉了。战场只是收拾这个局面罢了，也就是我们常讲说不打没有把握的仗。对，中共自己也读兵法，我们也读孙子兵法，所以大家都说这个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嘛。败兵，我们常讲说胜兵呢先胜而后求战。对，我先打赢了我再去打，然后败兵呢是先战而后求胜，我先去打看看会不会赢。那这种不行的。什么叫先胜而后求战呢？就是我把各地方都已经部署好了，然后对方内部也瓦解的差不多了，战场经营都经营好了，然后最后就等着把陷阱布好，就等你跳进来，我一次把你解决掉。就我要先妙算，对，先妙算多者胜，少算不胜。妙算多者胜，少算不胜，就这意思。所以我把一切东西都准备好之后呢，我就一打就打赢了。今天的局面跟你刚刚讲的非常像。现在中共盘算了半天，我打台湾。不是光打台湾，美国、日本一定插手。那我打不过美日呢？可能打不过。你刚刚讲那个局面呢？你说无人机飞出去掉下来，飞弹可能打歪了。他不是怕这个，怕什么？飞出去是要打回来自己。他怕这个，对不对？你既然能够玩参数的话，那最后你一定会打回头，一定会打回头嘛。参数不会说只玩到掉还就算了嘛。所以最好不要动兵。我常常讲过，我说以前我在学校教书讲过一句名言真的叫名言。侵略者是最爱好和平的他如果能够兵不血刃就把你吃掉的话，他一定不要花的力气，不战而屈人之兵。对，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侵略者最爱好和平，但他并不表示说他不会去打仗，但他准备打仗所以中共对美国的策略呢，我们刚刚讲说，美国说经济啦、这个科技啦、军事、文宣各方面去对付中共，中共其实对付美国手法差不多。换句话说呢，在国际政治上面呢。当一个国家用这个办法对付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国家呢会模仿它，或模仿什么？你的做的比较好的地方，我一个个学过来。对，换句话说，模仿成功的战略，模仿互相双方相互模仿，所以看到最后的2个敌对国家策略非常像，但是中共有几个厉害的地方。第一，武汉肺炎，生化战，是不是有意的我们不知道，对，但最后的结果就是我把它造成有意。那个贝森特不是前几天在讲吗？中共犯了3大错，他数了第1大错是什么？就是武汉肺炎的时候呢，你全球强买这医疗物资，让我们没东西可以用，让我们受害受伤，对不对？这其实是那种战争手法。但是武汉肺炎这个病毒怎么扩散出去的，是不是有意的？这个可能还要再研究。对。但是中国已经看见生化战是有可能的。这些年不是美国在自己内部。不时发现一些民间的一些生化研究所吗？这也是中共在背后吗？对不对？好，这第一个。第二，芬太尼是不是生化战？是不是？是生化战。第二，第3个，文宣，中共玩抖音啊，玩小红书啊，玩这些东西然后去渗透大媒体，《纽约时报》什么的这些大报才经常帮中共讲话，我们都看到了。
然后有一大堆网红呢也帮中共讲话，所以在文宣战上面，中共打的呢比美国高明。美国现在开始急起直追，但是呢还真的还不够厉害。然后对于渗透跟统战，美国对中共渗透跟统战呢还不够厉害，中共对美国渗透统战比较厉害。我们看到不要说华裔的，看到很多白人都帮中共在讲话，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大家说啊，钱不完全是，有一些什么左派思想，有些是共产党，美国共产党，那有些呢的确是为了钱。再一个什么呢？大家台湾人比较不太注意的，但是你如果在美国住的话，你就有感觉华人社群。华人社群很多是帮这个中共在讲话，帮中共在玩。那这些我们讲的陆配，在台湾有没有帮中共讲话？有，当然有。但我不是说所有陆配都这样，但是我说的确有陆配帮中共在讲话。民众党抓了这几个不就是了吗？对不对？好，那这第二块。但我觉得最重要，中共现在对付美国呢，就是或者卷进台湾来说的话呢，最关键点就是台湾，因为这是双方现在争夺的一个焦点。我常讲，我说为什么台湾空前难受、空前安全呢？因为它是一个美中竞争的热点。美国从这边来争台湾，中共从这边来争台湾，你从右边拉，我从左边拉，平衡啊，就拉来，台湾人说现在空前难受，空前安全。空前难受，但空前安全，因为一定有人会用力保护你，所以你空前安全。但在这被拉扯过程中，你非常难受。所以问题是，你是不是理解这件事情本质？你知道这件事情本质后，你就不能难受了。台湾老百姓现在慢慢学到了。上次裴洛西来的时候，不是中共打飞弹吗？我听说有人南部包船出去看飞弹落点，这就是，但是慢慢习惯，当成观光行程。对。所以中共现在，你现在对美国呢，变成说看来看去呢，大概台湾牌最好用。所以拿台湾当牌呢去打美国，这我将来再详细说。那么怎么去打台湾牌呢？简单说就是我把台湾的一切成就呢打成台独，抹黑成台独。你民主你是台独，你经济发展是台独，你搞军备建设你是台独，什么人都是台独，这样我就有一个立足点骂你了。对，否则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问题呢，我都赶不上台湾，那我还混什么？我没东西可以混。好，那我现在也就是说打成台独，台独就是民族主义，就是违背我说的一个中国原则。对。违背一个中国原则，那就是违背我跟所有国家建交的基本原则。对，所以为什么一早就讲说啊，我要反台独？今天回头去看，我仔细看了一下，1949年我们分裂了，对不对？1950年代大概52年到53年，中国对台湾策略已经很清楚了。我就这几个办法我那时候还是想说武装斗争我先用打的。那不打到之外呢，我还外交封锁，外交怎么封锁呢？你不许这个，不许这个，不许这个。我说，哎呦，1950年代初期已经把台湾可能出路全部封死了，我全部想完了，只是他力量不够，因为为什么？那时候我们在联合国，他不在联合国。但1971年他进了联合国之后，就是把50年代的策略真的让他一步步落实到今天。所以最后的这个落脚点呢，或者呢基石呢，就在反台独上面。好。那么既然反台独呢，你刚刚讲了，国际上的那一中一中所以你们就不能帮台湾，所有帮台湾动作都是帮台独的。因为我后来就仔细看了一下它不是只跟美国的建交公报，跟英国的建交公报，跟日本的建交公报，它跟所有国家的建交公报里面都是有3原则。对，世界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人的唯一代表。那呢，台湾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是其中一部分，不可分割。那我就用这个东西框架，我框架所有的国家。那如果这样讲，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台独对其他国家有效？因为我只要讲台独，就是违背一个中国原则。那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就是违背我们之前的这个所谓的建交的这个原则。没错。当然，他最后那句话呢，有点差别。讲的轻点就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讲的重点就是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那最重的一句话。但这个我们两者我们都看过，所以就看每一个国家在跟中共建交的时候，他签的建交公报，他的取舍。他如果国力比较强一点，他就说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他国力弱一点，就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省。所以就回应了你刚刚那句话。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意思就是，他为什么要打台独呢？因为打台独变成他对内对外对台湾对美国也好，他一个大战略。对内我为什么要讲台独呢？动员呢？打台独，大家精神就来了。所以
前一阵子不是你也听过吗？中共这个老百姓网民就流行一句话说啊，我们现在以恨立国，早上恨美国，中午恨英国，下午恨日本，那晚上抽共恨台湾啊，我们也恨立国。那恨台湾恨什么时候就恨台独，所以台湾全部是台独。那我们上次讲过，什么叫台独呢？在他看起来，凡是最后不接受中共统治都是台独，不管是今天台独还是明天台独 ，A 型台独还是 B 型台独，都是台独。所以打台独变成一个重要的大战略。那重点就是他打台独对台湾来说呢，造成了分裂台湾内部的效果，不就今天这局面吗？所以我们这些蓝营的老朋友们跟白营那些朋友们就是这样子，他误以为打台独是一个重要的题目。但我常讲，我说在台湾已经民主化了，台独统一一样的意思。你有本事去投票嘛，投赢了就去干嘛，投输了就没什么好说，你下次再来，4年之后再来，或2年之后再来嘛，就这样子。那么也就是用这虚假的民族主义玩到这样子呢，你说它能不能有没有效果呢？它的确有效果。现在我们不是担心说川普到大陆去之后去讲说啊，我反对台独吗？所以你说有没有效果？是有一点点效果的。我们不能不注意一件事情。那你开头问了说，是不是只能寄望台湾内部？应该这样说，他对台湾内部的寄望呢加深了，但其他的策略并没有减少，还是继续。您一开始一直讲说，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个国际秩序，是那大国在进行国际秩序，那你小国就是看我要接受哪个国际秩序，我要开始接受谁，我要接受哪个边就投哪一边。对，我觉得现在在国民党内或者在台湾有非常有趣的变成，刚好就是变成一个是亲美，一个是亲中。你现在看到的曾立文上台了之后，你就看他就跟郑喜慧，或者是说他今天讲的很多的逻辑，或者说你今天内部的就很多以美论，搞了半天是，我现在叫的台湾，你刚刚讲透过台独，我就是分裂台湾。那你就这个时候，我为什么会觉得曾立文这个角色有趣？就是当你在外部扩张的时候，你没有力量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把力量放到台湾。当你把力量放到台湾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出来的时间刚刚好，开始以美论，开始反军购，开始做很多很多的一个动作。开始做很多的动作了以后，这个完全是符合中国的一个大战略。那如果是符合中国的一个大战略，我就会非常好奇说，那他这样的一个出现，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他是一个意外呢，还是一个刻意的战略安排的结果？我觉得这样说，因为中共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的渗透呢，从1921年就开始了，到现在是100多年了。那坦白说，国民党也应该汲取一下教训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斗内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团队制作更好的精彩内容。而你的超级留言，我都会认真看的。就当年我怎么输的，那现在如果我现在我要把它打赢嘛，你国民党要把它打赢嘛？你不要打赢就算了，你要打赢的话，你得学敌人的长处，敌人的优点。中共常讲说，毛泽东讲过一句话，他说我3个指头可以把你5个指头吃掉。我怎么吃掉呢？我3个指头是统一的，我把你5个指头呢分割，分而治之，分割，然后3个指头我统一起来之后，我把你1个指头吃掉。对，好，那现在变成什么？3比4，我再切，我现在又把那1吃掉了。现在我这1不但吃掉，我还过来变4比3了，变4比3了，我再切，就切掉了。那怎么切呢？就不断，简单说，第一，我进到国民党里面来，当时不是联俄融共吗？我进来了，进来之后呢，把关键的位置都抓了，组织部抓了，文宣部抓了，农村部抓了，连这个军的党代表什么都抓了。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员，是周恩来。好，把关键位置都抓了，我就不太懂国民党人怎么对权力这么不理解。像我读政治系读大一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说这几个位置很重要，你怎么国民党就把这几个位置就拱手让给共产党？我实在不明白。这第一个。第二就是进来之后呢，就开始丢帽子。怎么丢帽子呢？那个宝杰，你这个人不错啊，你这个思想很进步啊，什么等等，你这个不错，国民党内进步派，你洋洋自得。我国民党内进步派啊，那既然进步就有落后派，他是落后派，为什么落后派呢？他反对社会主义，他反对帮助穷人，他不是说反对共产党，他反对帮助穷人，他反对什么打土豪分田地怎么等等，所以他比较坏，他是国民党里面保守派，他是地主在国民党里的代表，你就觉得说那个人不可亲近。
所以国民党内的自认为的进步派就对国民党内部的他认为的保守派就产生了隔阂，就切了。然后那个人呢是中立派，所以国民党被他一分为3，有进步派，有保守派，有中立派。今天国民党不也是这样吗？而且也是这样做。今天不也这样吗？我这样讲完大家就懂了，对不对？这个招数从什么时候开始？从1921年开始啊。那国民党没有警觉吗？100多年，所以我才说，为什么人家用同样的招数对付你，你居然学不会？你学不会就算，你居然没看懂。不是，我觉得他们甘之如饴。这很奇怪的，甘之如饴还真是很可怕的一句话啊。所以丢帽子完就开始切割完就开始拉拢。所以国民党老一辈的革命家有没有被共产党拉拢的？有啊，廖仲恺不就是吗？廖家一路到现在，不在帮中共在玩吗？没错，还写信给蒋经国要促成两岸和谈。没错。然后我们最后一任孙夫人，宋庆龄不也是共产党吗？他还是国际共产党，他不是中国共产党，他是国际共产党。所以渗透统战，那搞到无以复加。到最后呢，我们几次大的作战，身边的最重要，连蒋中正身边的大参谋都是匪谍。对。刘匪啊，什么这些郭汝瑰，这些都是匪谍，还跑到台湾来的，对，那最后还在台湾的总统府里面抓到的，就无实。对，所以你说，当年共产党对国民党用的手法，今天有没有在用？在用，有没有在用？在用，完全在用，完全再玩一次，而国民党居然没有什么警觉，这不是非常奇怪吗？对。那等到分化了差不多就开始什么？开始诱降嘛。所以为什么有几场关键大战，就是说吴化文什么在什么就投降了，一投降之后就出现破口，那共军就是潮水般涌入，就把国军打败了，就这样子。所以中共战，我们刚刚讲说妙算，就这意思啊。我前面全部算完了，都分化完毕，最后在战场上呢才把你解决掉。而所有用的东西，最后很核心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虚假的民族主义。在北伐的时候讲什么呢？我们去对抗帝国主义，反帝。孙中山听了很高兴。当然，当时国民党也反帝。然后北伐的时候，的确因为很多军阀背后呢是英法德俄这些帝国主义的背后，所以你必须打这些军阀，同时呢也打背后帝国主义，然后把这些租界抢回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蛮强的啊，不是很合法抢，但蛮强的。但是我兵威所到之处，我也抢下来了。抢下英国摸摸鼻子就退了，法国摸摸鼻子就退了。那有些国家不甘心的就继续再干。所以国民党那时候当时最大的敌人，外面最大的帝国主义是谁呢？日本，对不对？打山东的时候不是要绕道吗？对，就这样来的。好了，那所以那个时候呢是打帝国主义。日本侵略的时候呢，抗日啊。那国民党里面不是很多人说我们要抗日，所以要抗日要跟共产党站在一起抗日啊。对。说起来是，但是共产党真的跟你站在一起抗日吗？当然没有。你回头想想看，今天国民党在那讲这些话，所以国民党的高层这次到大陆去，在南京讲话，居然会骂日本骂11次，我就说奇怪了。我说对，日本是敌人，但日本是昨天的敌人。对，你为什么不骂今天的敌人，要去骂昨天的敌人？你站在今天敌人的领土上面去痛骂昨天的敌人。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你可以骂昨天敌人，但你必须更应该注意到今天的敌人，不应该是这样吗？而且是把你赶出中国的敌人。当初你国民党就被共产党赶出去的，今天你还上了共产党当，还跟共产党一起去骂昨天的敌人。那我要问的问题就是，是谁让你拼命记得昨天敌人，不记得今天敌人呢？对，不就今天的敌人让你忘记昨天，让你记得昨天敌人，忘记今天敌人吗？对，那你为什么还跟他走呢？所以虚假的民族主义，坦白说还真有用。今天的国民党里面不就把国民党里面切得4分5裂吗？对，国民党人不是讲说啊，我现在反台独更重要吗？不是，反共更重要。反台独你可以反，用宪法的方法反，用这个选举办法反，然后用这个公投法的这个办法去反。你不需要联络中共去反台独呀。对，中共是宪政外的敌人呐。民进党什么是宪政内的对手而已啊，就是这样的嘛。而且国民党用反台独已经赢得总统大选已经好几次了，你是可以把它当成武器的，但是如果它不是武器，就代表这个社会已经不接受了。对啊，
这时候我们已经进不到说，你要统要独，你去选嘛，选赢就统就独嘛，就这么简单嘛。我们大家觉得说选举是可靠的，虽然我们的选举办法有点落后，但美国看完都是，哎，这玩意儿可靠，因为它很难作弊，对不对？所以今天其实走到这一步了，那你还不珍惜？而且今天坦白说，今天的台湾的所有成就，国民党有重大贡献的，你为什么自己说不清楚？为什么自己没有信心？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是好，那如果今天你说好，那我今天忘记了今天的敌人，我去谴责明天的去谴责昨天的敌人，或者你做了很多事情，如果不关我的事情，我也不在乎。可是我们就从那个詹姆斯亚当斯里面特别提到一个，就是说，其实，在质上面，中国的武器已经不是美国的对手。可是中国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毕竟它现在的这个武器生产，也就是它的军工生产是全世界第一。它下脚的，你刚刚特别提到说，它现在这个军舰的生产力，海军是200倍。它现在生产飞弹的能力、生产无人机的能力，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美国要你台湾去建构你无人机的产业链，因为你台湾只有去建构你无人机的产业链，你在面对中国未来的机海的这个所谓的攻击的时候，因为我在值上面不能赢你，所以我未来美国就很清楚，詹姆斯就讲得很清楚，他说他就是用大量的量，用庞大的机海，就像过去在韩战的人海战术，现在我用机海战术，我来攻击你，我让你这个等于说让你没有办法防范，我在最短的时间控制台湾海峡，我控制台湾海峡之后，美国不能介入的时候，我已经拿下了台湾，所以台湾这个部分就是非常重要。可是大家其实现在大家很多人开始愤慨或者不满的是说，明明有这么大社会压力，明明卢秀燕也讲了，明明现在连赵少康都讲了，结果你现在国民党还是要非挡这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预算，你非挡3800亿。3800亿就只买美军，你的要建构台湾无人机产业链是非挡不可，那这个不会甘冒天下之大不讳吗？当然会啊。这个其实你如果看这个古今中外战争史，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人类所有的科技技术发展呢，最后一定可以为战争所用。所有发展都是这样子。你说这个冶铁炼金，到最后呢就变成兵器嘛，对不对？然后你说我制造了引擎，最后呢就变成船舰的那个什么，甚至变成自走炮的那个推动力。那么也就是说，科技进步到最后呢，一定可以为战争所用。那么战争的打法呢，跟武器的改变呢很有关系。像过去我们那时候读历史，你说那个秦始皇厉害，他的兵团厉害。他兵团是怎么打？他用大兵团作战，什么大兵团呢？乘19×19，361个人排成一个方阵，然后方阵往前推。亚历山大大帝也是一个方阵往前推，然后前面是弓箭，然后弓箭射完，第一排弓箭射完就蹲下来，第二排再射弓箭，然后蹲下来，第三排再射弓箭。3排弓箭射完之后，对方已经死掉一半了，然后剩下的那步兵手从后面冲上去就打了。然后上去打的时候呢，用什么呢？用什么比较好的合金啊，这刚刚什么砍杀对方。所以只要你的武器比较进步呢，你打仗就比较厉害。而作战的战法跟武器是有关系的，然后这个军队的组织跟武器是有关系的，但武器的进步跟退步跟科技进步是有关系的。所以科技越进步呢，那武器越进步呢，你用人就越少。那个2次大战的时候呢，美国要登陆诺曼底，他就先在别的地方呢制造一些假象，要骗那个德国雷达。他用了1万人，用了很多飞机，丢下很多铝箔片，然后德国雷达就看到哇，这边大家都说是这种美国飞机来，然后就注意到这种，所以把注意力转到另外海滩去了。就他在那个欧马哈在那个地方呢登陆了，要被骗了，用了1万人。1991年到92年，美国去打伊拉克，也要去骗伊拉克雷达，用了多少人呢？6个人。那一次要用1万人，这次用6个，为什么？科技进步了，所以我只要用电战机什么上就骗到了。那现在呢，已经走到了飞者飞鸟，游者飞鱼，然后走到这一步了。这个推背图不就讲了嘛？然后飞的不是鸟，游的不是鱼嘛。Nostradamus 也讲过，他说将来作战呢，在这个舰队在水底下航行。在400-500年前，这500年前，他说舰队在水底下航行，潜水艇，很可怕。所以换句话说，的确是有这种事情。那现在走到了无人机舰的作战，我们在讲什么呢？当科技进步的时候，武器就会改变；
当武器改变的时候，作战办法就要改变。所以每个国家在备战的时候呢，都在准备上一场战争。哦，对，准备上场战争，因为我记得上场战争怎么打的，所以我上头有准备。就没想到下场战争已经开始了。我们上次不是讲了吗？91年到92年，美国去打伊拉克的时候，已经开始用3C 产品了。对，那时候是揭示一个新的战争打法。今天是不但3C 产品进来，3C 产品呢还要取代人的这作用了。对，上个礼拜嘛，乌克兰不是宣布了吗？我们在某一次战役当中，完全没有用真人就俘虏了俄军嘛，对，打败俄军，俘虏俄军了，这很可怕的。对，所以将来我们就看到机器人、机器狗跟机器狼，然后你面对就这批东西，然后你被机器狗俘虏了，是，就是这种没有看到半个人没有看到半个人，但你被俘虏，因为你一动他就开枪，对，他先不打死你，他这不往你左右两边开，你就不敢动了，对，这样就好了，因为他想抓俘虏。好，那所以现在我们讲就是，如果科技进步到这样的话，我们前面不是讲了吗？美国也注意到了，所以他跟韩国合作造船，跟日本合作造飞机，跟台湾合作造什么呢？无人机跟无人舰，因为这台湾的长项。所以今天美国看见了，我们也看见了。上次来的时候我不是讲了吗？我说，其实说起来，台湾跟美国已经达成了战略同盟了。没错，您这样说。我们是用战略晶片跟美国达成了战略同盟。所以美国现在全世界都看懂台湾晶片。那么中共当然也看懂了，所以中共不是几次放话说，我把台湾这个夺回来，然后我把台积电夺过来，不是这样讲吗？对，他就认得一个台积电，台湾上下有上千家公司啊，对不对？他其实很清楚了。那么你刚刚说这个是不是关键？这当然是关键。所以国民党高层在拦这个无人机这件事情呢，的确非常关键。那我们台湾人呢，真的得看懂，真的这件事情呢，真的得过关。好，那另外就是战略员回来以后呢，他讲的有些东西，我觉得非常的困惑。困惑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说中国的武器只打台独，难道他可以做分辨吗？那如果说他只打台独，那如果我家邻居是台独，我可以坐视我家的邻居被中国这样子杀害，被中国这样子侵略吗？那你的逻辑就是你台湾人只要是台独，你就不是我的同胞吗？那你还讲说我今天到了中国，说我看到中国的教科书非常的棒，这个台湾还可以去看中国的这个教科书，你还讲说我们明明台湾对中国的投资已经越来越少，台湾的商人已经用脚来投票了，他已经离开中国，而且赚更多的钱，就你还说我要把台湾跟中国绑在一起，他现在讲的很多的说法我都觉得我不可思议。那难道现在这已经变成了习近平手上一个重要的牌了吗？你刚刚说看大陆的教科书很好，你要不要去读读中共宪法？比我们好。是，中共宪法规定的好极了，他不要全部落实，80%我就很高兴了。他的那种对公民的那种保护啊什么的，那讲到天花乱坠啊，地涌金莲啊，那不用说了。所以你如果真的觉得中国这套说好的话，那这样吧，你去上个课就晓得了嘛。那前几年呢，我那时候很多大陆学生，然后我在各校演讲，晚上下课之后去演讲，我的题目讲的都是这个大陆的情势啊，什么王立军啊、薄熙来啊什么等等这些讲。然后有一次呢，就来了一个穿毛装的学生，毛装，然后这个深黑色很漂亮的毛装，然后我讲两句，他这个反驳，你这完全不懂大陆啊什么等等，大陆很好的。就我一听口音，我说你哪里人？我台湾哪里人？我说哦了不起。然后我还没反驳呢，旁边大陆学生啪就骂，你去住住看，你过去住住看。那我才晓得啊。所以你光读大陆的书啊，大陆文学什么，你会觉得很好。我常常不是讲说大陆作文比赛冠军嘛？对啊，就这意思。所以你光看那东西呢，绝对没问题。你去住住看。是。台湾不是有一些网红啊、明星在台湾很左吗？然后很亲中共吗？到大陆去的时候，那时候不是大水灾吗？对，他在网络上讲啊，赶快救救我家什么？然后立刻讲说，别给政府添乱。一句话讲完，别给政府添乱。后来还有没有再讲话？没有讲话，没有再讲话了。对，我们都讲得出名字来。所以你刚刚想说啊，这武器只打台独什么的，对不起，我们再说一次，在中共眼里面谁是台独？我们再问一次，你们通通是台独，除非你先投降，否则你就是台独。就非投降之外都是台独。对，那你不是今天台独就明天台独。所以中共逻辑，我再说一次，
把他拉拢他心目中明天的台独，来打击他心目中今天的台独。至于这件事真台独假台独并不重要，对他来说都是台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我们两个中华民国派，你是不是台独？你是台独，你不要以为你投票投给中华民国总统选了谁当着中华民国台北市市长，或者说台南市市长或高雄市市长都不重要，除非你举手投降，否则你都是台独，就这么简单。对，我也这么觉得。所以你觉得中国的武器是打台独？当然不是，是打台独，是打台独，是打台独，是也不是。对，问题是谁是台独，这才是重点。对，好，但你刚才讲说，那他现在等于说，他现在如果他是一个习近平手上一张牌，他开始要对台湾做什么？他开始做分化吗？开始做一些？他现在做哪些东西了呢？你觉得现在分化不成功吗？分化成功，成功啊，对不对？我们每天晚上打开电视，这个很多台都在帮中共讲话。那现在不是有人列出来了吗？中共最喜欢的25个网红都列出来了吗？对，所以很成功啊。然后我们有退将帮他们讲话，也有很多退伍的。最近是不是高雄的桥头啊？起诉了9名国军官士兵嘛？对，匪谍嘛。你说不成功？成功啊。这些人不是完全为钱哦，一部分是为钱哦，为钱只是一部分而已。有些人真的是觉得我打不过了，我要投降，这一个。另外是觉得什么？中共强大了，中国强大了，大家要搞清楚啊，不要把中共跟中国搞混了。中国是永远在这里的，但中共是可以走的。所以我常讲，我说大家要有点历史感。将来有一天我们读历史是这样讲，中国从1949年到20某一年曾经闹过共产，对不对？跟闹过黄金，闹过长毛，闹过什么白莲完全是一样的意思。闹过共产，中华民族有它的生命力，这毫无疑问。迟早他要把中共摆脱掉的，会吗？不会吗？俄国不是摆脱了共产党了吗？当然现在有点还魂了。东欧各国不是也摆脱共产党了吗？所以我常讲，我说我们政治学家相信什么？相信人性。我们相信人性。人性呢，始终是我们当然趋吉避凶，好逸恶劳，我们都知道。然后我们有时候好吃懒做，但这个就是人性。所以你要强压它，你要强扭它，很困难的，很困难。那我也要改变人性或者能够拉动人性的，一个是宗教，一个是道德。法律对人性的影响力是很有限的，它只能让你不做坏事，它没有改变你人性，对不对？好，那苗老师，当然之前我们有谈过说，你刻意在这个时候安排政协会，其实是跟川协会有关的。那你上次也提到说，我今天如果要去跟政协会，就代表说我现在其实对习近平来讲，我要跟川普见面，我觉得我的筹码不够，所以我要去创造一个筹码。那现在政协会之后，再看到郑丽文在台湾的一些表现，做这些说法，他已经多到了那个筹码嘛？那如果有这个筹码，接下来这个川协会他会怎么样打这个筹码？他会怎么样子用这个筹码去对川普施压呢？第一个最简单就是不用军售了嘛。台湾现在有人来跟我讲和平，我也和颜悦色跟他讲了，讲了和平了，我也和颜悦色讲了，他要回去说我和颜悦色讲了，对不对？我可以把他的话讲给你听啊。而且讲习近平好爱台湾人对啊，而且很有感情啊，很有感情，对台湾充满感情。对，是。那你为什么不对大陆老百姓充满感情呢？你为什么不对香港人充满感情？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对台湾人充满感情呢？那过去对台湾人不充满感情，为什么现在对台湾人突然之间充满感情了呢？这个叫什么？突然爱台派。突然爱台派。所以第一个呢就是军售嘛。第二就是我台独是最大的问题，还是对川普打台独牌，台独是最大的问题，就是看川普听不听得下去。如果他这个团队跟他本人跟他团队都头脑清楚的话，都想得清楚的话，这话应该听不下去的，因为他应该明白，就是中共拿台独当作牌来打他。事实上美国也看懂了，美国后来也拿台湾当牌打回去嘛，对，台湾对不对？所以才出现我刚刚讲说，夹在两强中间，空间难受，空间安全，那两边都拿台湾当牌打。当然很多人台湾很有骨气，我不要当棋子，我不要当牌打，可以。那这样你就学以色列，你学以色列，我玩美国，
我让美国帮我去打伊朗，我让美国陪着我去打伊朗。事实上，老蒋总统当时就是这个策略，我拉着美国帮我去打共产党，对不对？他当年是这样想，所以他不肯放这个金门跟马祖，是，然后跟你签这个协防条约，然后金门马祖没事我就弄一下看看，没错，然后最后看是不是能把美国拉进来。现在有个说法就是823号战根本就是毛泽东跟蒋介石两个人的合谋，对，玩出来的。所以我们在国际政治上常讲说，大国跟小国同盟呢，对双方都有风险。小国怕大国出卖他，大国怕小国拖他下水。对现在我们就要拖大国下水，这没办法。这个我们实话实说，美国可能不是想出卖我们，但美国在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可能出卖我们，这我们必须认清楚。当然。但是在我们有价值的时候，美国是不会出卖我们的。今天就这个时候，我们对美国价值太高了，高到它不能出卖我们，所以大家不要去相信什么美国会出卖我们呢，要帮我们干什么？现在是不会的，将来我不敢说，但现在绝对不会。那么我们要干什么？我们就是要拖美国下水，就这么简单。那现在我们有什么能拖美国下水？第一，我有晶片；第二，我有台湾海峡；第三呢，我反共。这几件事情我拖美国下水，你美国不反攻吗？你美国不要对抗共产党吗？你美国不是要称霸世界吗？你必须靠我嘛。所以我们现在拖美国下水。那你刚刚讲说，这个到底这张牌有没有用哈？也要看我们怎么玩，也要看我们怎么玩。其实我们也不是不能玩台独牌，我们可以玩台独牌。陈总统说玩过，当然他可能不太承认，不过他玩过。那这样讲，我是这样觉得哈。你如果觉得不合适，这段讲剪掉哈。我是这样觉得，那时候呢，陈总统团队呢在玩台独牌，因为那时候不是伊拉克战争吗？对。就是那个反恐吗？反恐，盖达组织，然后他在玩台独牌。他本来想说玩凶一点呢，那美国就帮助我们呢，就压住中共了。就没玩成功，结果就是中共反手呢跟美国玩台独牌来打我们，所以他想说台独撞墙什么等等。其实如果玩成功的话呢，那就签了和平协约了，两岸签和平协约了。后来我就跟这个陈团队里面一些高阶的这些长官，我就聊天，我说。我们那差什么？我们差一个核子弹。我们只要有核子弹就完成了。怎么可能有核子弹？我说可以啊。做不做了？现在美国要疯了。我不用做，你可以去买呀，买得到的，国际上买得到的。他买运不回来，我说不用运回来，摆在巴黎机场储物柜就被人家抓到，承认对是我摆的，对我还有，我摆在别的地方，可以吧？对不对？国际政治兵不厌诈嘛，谁说你一定要有？谁说你一定要做出来？巴基斯坦卖的呀，你可以去买，他还有卡塔罗古呢，还有卡塔罗古，打开封面第一页就是那个人的照片呢，我做的，然后我卖的，我售后服务，我还 7-Eleven， 我还宅配，还可以上门服务，那时候的确是可以买得到，买完之后你摆在别的地方就行了，然后被人家抓到承认了，然后我还有在摆的地方，那我就有了嘛。那大家会不会怀疑你有？当然怀疑你有，这就够了嘛。只要让你怀疑就好，让你怀疑就好，你不一定真有。所以台独牌是可以玩，但你不能真打下去，真打下去就废了。美国也很清楚，所以美国呢玩台湾牌，但美国不敢玩台独牌。这个牌我常常讲，我是随身带着的，我真不骗你，我随身带着。那这就是美国的台独牌。挥了半天，不敢打下去，打下去就没了。但我挥的时候效果最大嘛，对不对？现在就这样。中共玩台湾，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的。所以你说台独牌对川普有没有用？说不定有用，但问题是我们要努力。我们得说清楚，就是台湾更有用。所以你不要去讲反台独，不要去签第4公报。把台湾好好抓在手上，对你美国最安全。你美国不是要强大吗？不是要再度伟大吗？我能帮你再度伟大。以色列会把你卷进战争，但我会帮你再度伟大。你想清楚，就我可以给你什么样的条件？好，那之前我们看到了国民党或怎么样，他就是一直希望我能够拿下了政权，我希望能够不管是地方政权或者是中央政权，所以我就一直走中间的这条路。然后呢，刚刚讲的那中间这条路，感觉上
我觉得中国现在习近平已经完全放弃，我也不期待。过去还习惯说，哎，这个政权是对我友好的，这个政权是我可以操控的。这个我觉得现在习近平的感觉是，我已经放弃了。他现在感觉上是，我已经不要求你今天是不是能够建立一个，因为只要是民主选出来的，你就一定是台独；你只要是民主选出来，你就不可能投降。所以呢，我现在看起来，我觉得习近平是他要岛内就台湾要有一股非常坚强的力量，这个力量坚强力是我可以用的，我可以操作的，是听我的话，可以是帮我讲话的。我觉得现在习近平的这种态势啊，包括你就要看到台湾现在这种声音也越来越明显。没有错，那个中共对于香港就是这样玩的呀，对不对？香港都是在英国控制之下，然后在英国统治之下，他怎么办呢？他就培植建制派嘛，所以在里面有一个民建联呢，就是支持我的力量，这边帮我讲话，到最后呢，一旦成功时我就取代过来了。就人少没有关系，声音到大，对，声音要够大，所以他在台湾里面必须找这个内部代理人。就像当初我不是讲说在国民党里面找内部代理人一样吗？所以国民党里面有人在过去啊，大陆时代国民党里面一直有帮中共讲话的，那甚至有亲共的，甚至有这个有潜伏的。那现在在台湾也这样做，所以不只是国民党了，他对于各党派都是这样的。那时候人讲说啊，只有蓝营会亲共，我说不是的，我按照共产党逻辑，他每个党都渗透。现在在绿营里面不是抓到匪谍了吗？也都渗透。在白营里面不也抓到匪谍了吗？并不奇怪。所以匪谍，我们不是讲说匪谍无处不在吗？真是这样。那么也就是中共的渗透的手段是非常厉害的，这点我们真的不能低估。我几年前出来做节目时，他说共产党那么厉害吗？我说当然厉害，把我们打败了，把我们赶到这里来，还不厉害吗？今天在这我们天天提心吊胆，当然厉害了。但厉害并不是说你要害怕他，你只要明白他，要学会他，然后要学会他的策略，然后打败他。坦白说了，我们也想说，如果我们真的认为共产党是暴政的话，那真的暴政必亡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信心。回到你的话题，就是他在外部如果打不了或者不敢打的话，他怕美国跟日本干涉的话，他不敢动武力打台湾，也不敢封锁台湾的话，他只能从内部来破坏台湾，就我前面讲的内攻之法嘛。当年对国民党是这样干的，今天是对台湾这样干，就不只是对国民党了。所以我常常讲说，对蓝营有些人呢很亲共，很讨厌，但是那些深绿的也很危险。不要以为深绿的真的深绿，有的深绿是深红，我再说一遍，有的深绿是深红，有的深蓝是深红。他只是扮成深蓝跟扮成深绿，让双方互相吵架，结果就蓝跟绿不能合作起来对付红。我以前听过陈婉珍讲过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妙。陈婉珍我们知道她是个台独建国女将，她是敢拿着战车去撞这个国民党政府的。她都跟我讲一个，她说她那时候就觉得他们有一个司机很奇怪，那个司机每次都是因为你要冲不冲其实是要选择，你不是盲目要冲。还有一个司机呢，每次都看起来是最剽悍的，是在台语我们叫琼州每次都冲很凶，就搞了半天，你知道吗？那个琼州的最凶悍的、最毒的，是国民党的廖北啊。他来就干嘛？他来就是创造冲突的。他创造冲突了，国民党才有理由，才有机会把他们全部都给抓起来。所以他讲那句故事的时候，我印象好深刻。国民党的策略呢，还是比较差的策略。共产党策略我再说一次，渗透蓝营跟绿营跟白营，所以深蓝的有可能是深红。深绿的有可能是深红，深白的有可能是深红，他的目的就让蓝白绿不能合作，不能合作来对付红，然后你们内部搅地下糊之后，你根本忘记红了，然后甚至想拉拢红来对付别人，这就是他的策略。今天也是如此。所以你越读越的，就我不能说深红的一定我不能说深蓝的一定是深红，对，我也不能说深绿的一定是深红，我只能说深绿跟深蓝里面都可能有深红的，这就是他们的逻辑。他们对香港也这样干的嘛，在香港就这样做的，所以完全一模一样的手法用了这么多年，只不过今天是越来越成熟罢了。然后现在打台湾打不动了，只好这样玩。对，所以我们台湾还真的警惕。所以说为什么我经常提醒大家，就是你手机上传来那些什么中国好棒棒啊，中国好厉害啊，然后中国女人都很漂亮啊，什么那些可能都有问题的，都有问题的。
然后什么台湾很烂啊，鬼岛啊，然后民进党怎么样，台独怎么样，那些可能都有问题。然后美国很坏啊，美国就要干什么，那些可能有问题。所以各位手机上看到的东西呢，你不要去相信它，这才是最重要的。多看宝洁的节目吧。好，所以我们看，在这个其实中美台是一个全世界最诡谲的一个环境，就像刚刚明老师讲的，有时候你都不知道敌人到底是谁，你也不知道，你不能用他的立场。其实你刚刚讲，你只能从整个国家的利益。我在强调刚刚讲的是说，如果你今天国民党有什么样的策略，我也没什么意见，反正你国民党自己自作自受，这个个人造一个人担。可是刚刚讲的，如果今天你可以很清楚判断，当你这样的一个作为，你这样的一个想法，你这样的一个策略，是完全违反台湾的安全，完全违反台湾的利益，那就不是个别政治人物的事情，那是你我的事情，因为它影响到是你跟我的生命安全。非常谢谢明老师今天我们讨论，谢谢明老师，谢谢大家。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抖内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团队制作更好的精彩内容。而你的超级留言，我都会认真看的。